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现在只要坐下来按下一颗按钮，然后就是在吃晚餐之前就能用 AI 语音自动生成100支讨论不同主题的 YouTube 影片。对，这听起来很疯狂。真的超疯狂的，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某种能让人一夜暴富的终极外挂，对吧？但残酷的现实是 ，YouTube 的演算法正拿着大砍刀，准备把这些想要钻漏洞的影片全部打入冷宫。没错，平台是不会坐视不管的。所以今天我们给自己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帮你解开这个极具争议的现代现象，就是探讨说 AI 生成的语音讨论到底能不能成为真正有价值的频道？还是它从头到尾就是一种粗制滥造、想走捷径的内容垃圾？欢迎来到本次的深入探讨。其实，这种按下一键就能印钞票的幻想，正是目前内容产业界最热门但也最让人焦虑的盲点。大家都想知道答案了。对啊，所以针对这个现象，我们今天有一套非常扎实的资料库来进行解构。这包含了 Google 官方的 Notebook LM 说明网页，还有他们的产品更新公告。都是官方资料。另外还有 YouTube 官方关于盈利与 AI 内容揭露的最新政策，以及一份非常关键的在地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是特别针对一支叫做 ENCHITQRE8M 的参考影片去做的详细分析。哇，资料真的蛮丰富的。那不管你今天是想要在通勤时快速吸收知识的学习者，还是你刚好正犹豫要不要下海当创作者，这个话题都绝对切中要害。确实是这样。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每天都在被无止境的资讯轰炸嘛，分辨什么是有价值的知识，什么是空洞的机器产物，这已经是你我必备的生存技能了。没错。所以我们就直接破题吧，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些 AI 语音频道？综合这份资料库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有条件的肯定，就是说 AI 语音探讨确实能成为真正的频道，但前提是创作者必须投入编辑判断与视觉解释。编辑判断，对，这绝不是一个按下一键就能印钞票的机器。了解。那要了解 AI 频道能不能成功，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这些听起来超逼真的声音到底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没错，这个功能现在真的非常红。根据资料显示，它的运作逻辑是，你其实可以喂给它超级多种来源，像是某个网站的文章啦，或者是公开的 YouTube 影片连结，甚至一段音档也可以。对，音档、Google Docs、简报档，或者是一份几百页的 TDF 都可以，几乎什么都能吃。真的。接着，它就能把这些冷冰冰的资料转化为2个 AI 主持人之间非常生动的对话，听起来就像真人在聊天一样。这里令人着迷的是 Notebook LM 的优势在于，它的回答是严格基于你上传的来源资料的。是有根据的，而且它还会附带引用的来源，这表示它不是一个在网络上随机抓取资讯，然后开始无边际发散的聊天机器人，就不会乱胡说八道。对，这让它非常适合用来制作有事实根据的内容。但同时，我们看 Google 官方的说明网页里，他们自己也给出了一个强烈的警告。等等，官方自己打脸自己吗？他们是很诚实啦，官方明确指出，这些 AI 生成的对话并不全面，也不客观。也就是说会有盲点。没错，甚至有时候他们会出现事实上的错误，或者在语音上产生一些诡异的小故障，像是突然的停顿，听起来会有点怪怪的。对，但更关键的警告是，这些对话反映的纯粹是来源资料的内容，他们并不具备主观的意见。也就是没有灵魂了。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听起来就像是你聘请了一个记忆力超强、超级会统整资料的超级实习生。哇，这个超级实习生的比喻蛮贴切的，对吧？但他完全没有自己的人生观，他能把你丢给他的所有公司文件用完美的广播腔念成一段好听的相声，但他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没错，实习生只是在重组资讯，并没有注入自己的立场。那如果 AI 没有主观意见，我们直接把这个实习生产出的音档丢上网，听众听了难道不会觉得很空虚吗？绝对会觉得很空洞。而且既然实习生做事这么快，一定有一堆人想叫他一天做100集节目上传嘛，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YouTube 平台方难道会坐视不管吗？这就是 YouTube 政策的现实打击了。我们仔细检视他们关于盈利与 AI 内容揭露的官方政策，会发现最大的风险其实不在于你使用了 AI 这件事本身。那是因为什么？关键在于揭露与不需揭露的界限。YouTube 规定，如果你的内容是经过重大修改或者是合成生成的逼真内容，创作者就必须对观众做出有意义的揭露。了解，
也就是说，如果太逼真，可能会误导观众，就得标示出来。那如果我只是用 AI 来辅助呢？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如果 AI 只是作为次要的生产辅助，譬如说帮忙写个大纲，对，写大纲、写脚本、做缩图、下标题，或者是制作资讯图表、上字幕这些，甚至修复音档的杂音也可以吗？没错，只要这些动作不具备误导性，就完全不需要特别揭露。哇，所以其实管得没有想象中严格嘛。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宏观的层面来看， YouTube 的盈利政策真正看重的其实是内容的原创性与真实性。原来如此，他们在意的是内容本身的价值。对，他们明确警告，大量生产或是重复性极高的内容是绝对无法开启盈利的。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 ，YouTube 就像一间高级餐厅的经理，餐厅经理，对，他根本不在意厨师在厨房里是不是用了一台最先进的自动切菜机来辅助备料。切菜机就是 AI 辅助。但如果你端出来给客人的是100盘一模一样的冷冻微波食物，那种量产的重复内容，他绝对会毫不留情地把你踢出餐厅。完全正确，经理在意的是客人吃到什么，而不是你切菜有多快。那这就带出一个大问题了：创作者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向这位严格的经理证明自己端出的是高级料理，而不是微波食品？为了解决这个微波食品的问题，我们的来源资料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实用价值的检验标准。哦，那是什么？就是打造成功内容的3大测试，这可以说是整场深入探讨最核心的判断法则了。听起来很厉害。第一关是什么？第一关叫做来源测试，也就是在生成任何语音之前，你必须拥有一个真实的来源资料包。来源资料包，意思是我不能只给 Notebook LM 一个空泛的指令吗？比如叫他聊聊今天的股市。绝对不行，你的来源必须是最新的、可追溯的，而且具备讨论价值。几个条件是，影片能展示出具体的来源物件、政策页面或你的工作流程证据。所以我得拿出真凭实据给观众看。没错，影片中的主张必须与你的来源笔记挂钩。更重要的是，脚本必须诚实地承认内容的不确定性与限制。那什么情况下会直接失败？失败条件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只输入空泛的指令就直接发布音档，或者是去探讨无法验证的收益，甚至抄袭竞争对手的文章，那在第一关就会直接死档。原来如此，第一关就是防堵那些想凭空捏造内容的人。那过了来源测试，第二关呢？闯过之后，马上是第二关，叫做观众测试。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听众为什么要听？对啊，有时候真实的资料超级无聊的，那我干嘛不去听真人说书？这就是关键。及格条件是，你的内容必须比单纯的重点摘要解决更多问题。要怎么解决？好的 AI 讨论应该要刻意在脚本里设定一个有用的意见分歧。意见分歧就是要他们吵架吗？算是去测试议题的正反两面了，并只在最后给出一个实用的决定框架、检查表或下一步行动。那失败条件应该就是声音好听，但内容空洞吧？没错，如果2个 AI 主持人只会不断重复空泛的赞美，给不出任何具体例子，那就是不及格。接下来就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你说要求 AI 表演一场有用的意见分歧，这听起来很像我们在幕后操控傀儡。这是很多人对 AI 内容最犀利的质疑。对啊，我们作为听众，要怎么确保这种冲突是真正能带来启发的顿悟时刻，而不是那种写词在脚本里为了吵而吵的假戏嘛？这正是创作者编辑判断发挥价值的所在。你要记住 Notebook LM 的特序，它只反映来源资料。哦，也就是说，它不会自己凭空创造冲突。没错，创作者必须在第一关的来源资料包里故意放入观点对立的文章或矛盾的数据。冲突是源于真实资料本身的两面性。懂了，你等于是给实习生2份结论完全相反的顶级报告，然后说去把这2份报告的矛盾点给我讲清楚。完全正确，你是在设计一个让真理越辩越明的环境，这种冲突才会有含金量。哇，这很考验策展能力耶。那过了这2关，我们总可以上传影片了吧？还不行，这就来到了第3关 YouTube 测试。
这关强调的是影片本身必须经过原创编辑。原创编辑不能只是一张静态图配声音，对吧？对，及格条件是视觉包装必须随着语音的段落改变。你要加入有来源依据的证据截图、动态字幕，还有影片章节。那缩图跟开头呢？缩图和前30秒必须承诺同样的冲突点，而且报告中也建议还要搭配后续的 Shorts 短影音。听完这3大测试，我这么觉得，这哪里是走捷径啊？这根本是在做一档严谨的专题报道嘛。如果有人以为靠 AI 就可以躺着赚，那绝对是死路一条。这正是我们必须明确标示出来的红线。最大的禁忌就是将通用的 AI 语音加上静态图片进行大量生产。对，这超常看到的内容厂的做法。而且同时还暗示观众这套模式能轻松赚钱。这样做虽然快，但会彻底摧毁观众对你的信任。肯定也过不了 YouTube 的盈利审查，对吧？绝对过不了。那实战中，我们到底该怎么把这3大测试落地？在实务结论上，我们的来源资料中有一套针对双语频道运营的具体工作流程，总共有7个步骤。7个步骤，听起来很像某种 SOP。第一步当然是建立一个经过严格审查的来源资料包，这我们前面提过了。要先准备好扎实的资料。材料准备好之后呢，直接叫 Notebook LM 产出2种语言的音档吗？顺序非常重要。第二步，你必须先生成中文的 Notebook LM 语音摘要。为什么要先生成中文？因为这就来到了第3步，也就是最多人偷懒的一步，你必须下载并亲自验证这段中文语音的内容。怕那个超级实习生开始瞎掰，对吧？正是如此，你需要确认 AI 没有曲解来源资料，也没有产生幻觉。确认无误之后呢？第4步，使用同一组来源资料包去生成英文版本的语音摘要。我懂了。这样能确保中英文讲的内容底层逻辑和事实基础是完全一致的。没错，确保了音档品质后，第5步，建立一套共用的 Market Studio 视觉包装，就是那种专业的动态视觉框架，让频道看起来有质感。不管中文还英文播报，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有信誉的频道。对，有了视觉框架，第6步就是分别渲染中英文影片，加上专属语言的字幕和元数据，也就是那些标题跟说明。了解。那最后一步，第7步，从完整影片中精准截取出最有冲突性、最能证明观点的时刻，剪辑成配套的 Shorts 短影音。所以正确的实验形态真的不应该是我要做100支 AI 影片，而是我要做出一支以可靠来源为基础，能证明这个模式可行的高品质内容。完全正确。这其实是一套高度专业的数位策展流程。你不是在当一个按下按钮就去睡觉的懒惰者，你是这个 AI 新闻台的总编辑、导播跟视觉总监。你的诠释非常到位。AI 是不知疲倦的主播，但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人类总编辑的手里。那这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意义真的非常大。这意味着以后你在 YouTube 上看到这类影片，你就可以精准的用这7个步骤和3大测试来检验它。没错。你可以看它有没有提供来源证据，它的冲突是不是来自真实资料，视觉有没有经过编辑，你就能立刻分辨它是垃圾还是知识宝藏。这套标准就是我们在资讯爆炸时代必须建立的防护网。哇，今天真的聊了超多，让我们快速统整一下今天的收获。在本次的深入探讨中，我们不仅揭开了 AI 语音工具的潜力与陷阱，也拆解了 YouTube 真实的盈利规范与揭露界限。对，还有我们为你带走了一套能筛选优质内容的3大测试，以及一套能实战落地的双语频道工作流。只要掌握了这些底层逻辑，无论工具怎么迭代，都不会迷失方向。没错，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向身为听众的你抛出一个延伸的挑衅性思考。什么思考？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 AI 能够完美通过我们今天提到的所有测试呢？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对，就是说，如果未来的 AI 它能自动抓取最完美的来源依据，自己挖掘出最深刻的观点碰撞，视觉包装也无懈可击，甚至不再需要人类来做品质把关了。对，到那个时候，当获取完美知识变得像呼吸一样简单且自动化时，你觉得人类创作者身上还有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复制，会让你依然愿意点击订阅的本质？是因为我们的不完美，还是我们真实经历过挫折与犯错的故事？这确实是身处资讯时代的我们必须持续深思的终极课题。当完美变得唾手可得时，
人类身上那份真实的挣扎，或许才是最无可取代的。没错，希望你能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你今天看过的每一支影片，在资讯的洪流中继续保持你那无可取代的好奇心与批判思考的能力。谢谢你收听我们本次的深入探讨，我们下次见。